17岁女孩在新婚之夜上被丈夫打扮成了洋娃娃的模样，她望着百般顺从的妻子，眼神中既没有丈夫应有的炽热与爱意，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痴迷的审视。接着她将女孩小心翼翼地搀扶到床上，声称要和她玩一个游戏。在游戏过程中，女孩不可以动，不可以说话，必须像毫无生机的洋娃娃一样，任凭她随意摆弄。这是我看过关于情感主题中对于婚姻理解最与众不同的一部电影。导演塞利亚自编自导，凭借他对扭曲情感的细腻描摹，使这部1976年的老电影至今都具有震撼力。我们一起来看。时间定格在1970年法国一座宁静的小镇上，玛丽这位如同春日绽放的花朵般娇艳的少女便生活在这里。她有着如羊脂玉细腻白皙的肌肤，就像被人精心雕琢的洋娃娃。面容姣好的玛丽从不缺乏追求者，然而命运的丝线却将她与一个古怪的男人缠绕在一起。在一个宁静的午后，玛丽无意间走过一家洋娃娃商店，她被店铺橱窗里琳琅满目的古董娃娃深深吸引。她们身着华丽的衣裙，戴着精致的头饰，仿佛每一个都蕴含着与众不同的故事。玛丽凑近玻璃，鼻尖几乎都要贴上冰冷的橱窗。就在这时，店主克劳德发现了她。只是这第一眼，克劳德便对玛丽的样貌陶醉其中。他是一位痴迷的收藏家，他的世界早已被这些洋娃娃填满。当玛丽踏入店门的瞬间，克劳德的目光就被她牢牢吸引。玛丽精致的面容竟与他内心深处无数次幻想的完美收藏品重叠。他不厌其烦地向玛丽介绍着关于古董娃娃的故事。随后二人的话题从娃娃过渡到生活。玛丽也告诉克劳德，自己因为生病耽误了2年学业，现在已经上班了。正处于青春期的玛丽被克劳德身上那股成熟男人特有的绅士风度所吸引。他温和的语气，优雅的举止，如同磁石一般将他的心渐渐拉紧。爱情的种子在这充满奇幻色彩的相遇中悄然种下。临走前，克劳德邀请玛丽下次再来光顾，自己愿意为她展示更多的娃娃。望着玛丽离去的身影，克劳德眼中泛起了一股难以琢磨的神情。回家后，玛丽不禁想要了解关于克劳德的更多故事，便向祖父母询问，但祖父母并不理解玛丽口中男人对洋娃娃的热爱，也压根不知道镇上有这样一位奇怪的男人。此后，他与克劳德街头巷尾的偶遇邂逅变得愈发频繁。克劳德开始有意无意地出现在玛丽常去的地方。克劳德告诉玛丽，母亲去世后，父亲也去了摩洛哥，他便继承了父亲留下的房子，独自留在这里。情窦初开的少女在小心翼翼的试探中，试图想要了解这个男人的更多。渐渐的，两颗心在一次次接触中越靠越近。玛丽顺理成章地给克劳德带来了自己家，这里就宛如一座真正的城堡，让玛丽对克劳德心生出了更多崇拜。城堡中复古的家具仿佛都为克劳德增添了一丝神秘和独特的韵味。克劳德带着玛丽走进了一间神秘的房间，屋内昏暗的灯光摇曳不定，成百上千个娃娃整齐地排列在架子上，他们空洞的眼睛在光影的交错下闪烁着奇异的光，仿佛在注视着这对闯入者。克劳德告诉玛丽，这些娃娃都是他最喜欢的，所以不会带去店里。接着一个个地向玛丽介绍由来，声称每一个娃娃都有专属的故事，还送给了玛丽一个娃娃吊坠盒，并告诉她这里可以放下最爱的人和自己的照片。玛丽好奇地穿梭在娃娃中间，丝毫没有察觉到自己正在一步步踏入一个精心编织的以爱为名的温柔陷阱，即将成为克劳德众多收藏品中最特殊最珍贵的那一个。不久后，玛丽将克劳德介绍给了祖父母认识，祖父母也对面前这位事业有成彬彬有礼的男人极具好感。很快，17岁的玛丽身披洁白如雪的婚纱，在亲朋好友的祝福声中，与30岁的克劳德携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婚礼现场鲜花簇拥，欢声笑语此起彼伏，一切都显得那么美好而幸福。祖父再三向克劳德嘱咐，玛丽因为打小就没了父母，所以心智还是个小女孩，她需要更多的关心和体贴。然而当夜幕降临，新婚之夜的烛光摇曳中，克劳德送给玛丽的第一份礼物不是精美的珠宝项链，而是一件别致的洋装。当玛丽如克劳德所愿穿上后，克劳德凝视她的眼神却让人不寒而栗，仿佛他面前的不是自己的妻子，而是一件刚刚收入囊中的完美艺术品。他的目光在玛丽脸上身上游走，如同鉴赏家在品鉴一件稀世珍宝。在这种怪异而压抑的氛围笼罩下，克劳德对玛丽的照顾
如同带洋娃娃一般，轻柔却又不容抗拒。他会亲手为玛丽洗漱，精心挑选华丽的衣裙，仔细地为玛丽穿戴整齐，每一个动作都仿佛经过了无数次演练，精准而机械。C'est l'être le plus extraordinaire que j'ai rencontré. T'es pas une poupée ordinaire, tu parlais, tu souriais, t'étais vivante. 甚至他还会病态地指定玛丽第二天的穿着，就如同他为店里的洋娃娃更换衣服。起初，玛丽沉浸在克劳德无微不至的照料中，天真的以为这只是夫妻间独特而浪漫的情趣。她享受着这种被呵护的感觉，如同一个被捧在手心的洋娃娃。 Cher grand-père et grand-mère, je suis la plus heureuse du monde. Claude est si gentil avec moi. Nous descendons dans les plus grands hôtels et je mange plein de gâteaux. Hier, nous sommes passés voir les amis de Claude en Forêt-Noire. Ils habitent une très belle maison. Nous rentrons dans quelques jours et je passerai vous voir pour vous raconter mon voyage. Je vous embrasse bien fort, votre petite Marie. 当蜜月期结束后，玛丽跟随克劳德回到城堡。克劳德特意为玛丽布置了一个如同童话般的梦幻房间，它与城堡里的其他房间格格不入，房间里的一切都被粉白色代替。与其说是为了玛丽的精心布置，不如说是一个精致的娃娃屋更贴切。但此刻的玛丽深陷于对克劳德的爱慕中，毫无察觉克劳德病态的另一面。往后的生活中，吃过晚饭后，玛丽便失去了说话和活动的权利。她会被克劳德抱进房间，将他的身体、衣装摆放到美观的位置。在克劳德出差或工作期间，他都不会带上玛丽，并且不让她私自离开房间，甚至就连吃饭都必须在床上，还会提前让仆人取出她今日的穿搭。 Monsieur Claude a demandé que vous mettiez cette robe aujourd'hui. Et pour le dîner de ce soir, votre petite robe à fleurs. 玛丽的美宛如被克劳德囚禁在了这个小房间里。在克劳德不在时，管家会从门缝中偷窥她婀娜的身姿。她从一个充满活力的少女，终于变成了一个仅属于克劳德的展品。有朋友来家中拜访时，克劳德会让玛丽精心打扮，换上她指定好的衣服，向朋友们炫耀他得到了这样一位稀世美人。但他又从来不允许玛丽主动与他产生任何肌肤之情。将朋友送走后，克劳德照旧将玛丽抱上房间。可就在楼梯上，玛丽没忍住说了句话。 Et si c'était toi ce soir qui faisais la poupée? T'es folle. Je ne fonctionnerai plus. 在克劳德的震慑下，玛丽又乖乖地依偎在他怀里，一句话也不敢说。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玛丽开始不由自主地讨好克劳德，为他织手工围巾。但此刻的克劳德仿佛已经对他失去了新鲜感，他不愿再与玛丽玩洋娃娃的游戏。即使玛丽依偎在他怀里，一遍遍诉说着他对克劳德的爱意，也无济于事。情何难填的玛丽只能等到克劳德熟睡时，偷偷亲吻他的脸颊，表达着她对丈夫的不尽爱意。她小心翼翼地为克劳德脱去鞋袜，钻进被子里，感受着丈夫的体温。结婚这么久，克劳德甚至都没有碰过她。可即使玛丽这般如履薄冰，还是被克劳德察觉到了。 Mais t'es folle. Quelle heure il est? Faut que j'aille me coucher. Oh non, reste. On s'est pas vu pendant 2 jours. Il est tard, tu sais. Tu vois bien, je suis fatigué. Je n'aime pas jouer. C'est vraiment terrible, tu sais. 面对玛丽的卑微祈求，克劳德毫不犹豫地离开了房间。从这以后，玛丽总会在深夜偷偷哭泣。她的婚姻抢走了她过去惬意的生活，到头来却连一丝丈夫的爱都没有得到。玛丽仿佛真的成为了一个没有生命、不会反抗的玩偶，只是她众多收藏品中的一件。一想到丈夫那嫌弃又冰冷的目光，她心中便会涌起一股莫名的不安，一种难以言喻的恐惧。她想要试图了解这里的其他故事，但好像除了克劳德以外，没有其他还能亲近的人。只有不远处的农场主会和他说几句话。不知从何时起，克劳德越来越不待见玛丽，好像玛丽存在的唯一意义就是被克劳德打扮得精致可爱。而这天，克劳德又邀请朋友来家中做客，其主要目的是要向朋友们炫耀自己娶到了可爱的妻子。但此刻的玛丽刚从农户家玩完回来，裙子上沾满了淤泥，失去了往日的精致。当她出现在克劳德面前时，在克劳德眼中看不到丝毫怜惜，只有愤怒。 T'as vu ta robe? J'avais pourtant prévenu Germaine que Georges et Marie-Paul venaient dîner. Mais qu'est-ce que tu attends? Va t'habiller. 也正因为丈夫的冷漠，让玛丽彻底伤透了心。她冒着大雨夺门而出，但丈夫却并没有追出来。
或许她不再精致漂亮，也就没有了存在的意义。往后也因为克劳德的冷漠，促使玛丽和农场主的交集越来越密切。农场主仿佛成为了玛丽了解外面世界的唯一途径。然而单纯的玛丽还并不明白，男人似乎对她也另有所图。因为上次矛盾让夫妻俩的关系日渐疏远，玛丽主动的示好，克劳德都觉得膈应。Qu'est-ce qui t'arrive, Marie? T'es folle? Excuse-moi. 经历无数个被泪水浸透的夜晚后，玛丽终于决定要和克劳德说清楚。她渴望弄清楚丈夫内心深处的想法。她想要克劳德以后工作出差都可以带上自己，但妻子本该享有的权利对克劳德来说却是一种负担。他只希望玛丽是一个没有想法、没有情绪，只要足够好看，时不时能供他欣赏的洋娃娃就够了。而玛丽三番五次的纠缠彻底激怒了克劳德，他虚伪地答应了玛丽的所有要求，可第二天便不告而别，搬去了酒店。而也就是在这里，他遇到了比玛丽更适合洋娃娃的替代品。女孩名叫扎贝蒂，只有6岁。就如第一次与玛丽邂逅一样，他从行李中取出了一个精美的洋娃娃，当做礼物送给女孩，接着与她玩起了病态至极的娃娃游戏。 Quand tu vas rester comme ça, immobile, les yeux fermés sur le lit. Tu vas te laisser faire comme si tu étais une poupée. Tu veux bien? Oui, mais ne parle pas. Autrement, le jeu ne fonctionnerait plus. Hein? 玛丽在无尽的悲伤中终于幡然醒悟，原来自己的整个人生只不过是丈夫精心策划的一场玩偶游戏罢了。克劳德对她的爱并非出于真心，而是源于他对洋娃娃病态的痴迷。他只不过是克劳德用来满足内心欲望的替代品。他最终选择离开这座人间炼狱。他冒着大雨肆意奔跑，试图寻回那个不用依附于任何男人最初的自己，却不慎发生了意外。等第二天太阳缓缓升起，玛丽苏醒后，那座华丽的城堡依然巍峨耸立，但每一块砖石都像在诉说着被囚禁的噩梦。最终她还是被城堡的女佣带了回去。不知过了多久，克劳德的刺头娃娃店铺又引来了新的客人。女孩被橱窗里摆放着的洋娃娃吸引，只不过这一次最与众不同的娃娃是玛丽。 Simplement, je la trouve curieuse. On dirait qu'elle est vivante. Ah, vous aussi, vous trouvez? On vous l'a déjà dit? De nombreuses fois. C'est une vieille dame qui me l'a apporté un jour, et elle m'a fait promettre de ne jamais m'en séparer. 舒南从命讲述了少女与痴迷洋娃娃的克劳德结婚后，逐渐发现自己被当作玩偶替代品的悲惨故事，呈现了玛丽从天真到恐惧的过程。克劳德对完美的病态追求，将玛丽物化，深刻地暴露人性中扭曲的欲望。在克劳德的认知里，玛丽只不过是陈列架上精致的玩偶，与那些被他精心收藏的瓷偶并无二致。当他漫不经心地拨弄人偶关节时，期待的是绝对的静默与服从，如同牵线木偶般精准地执行每个指令。可当这具人偶突然睁开眼睛，用温热的手指触碰他的掌心，用带着温热的嗓音诉说爱意时，克劳德却像被烫到一般猛然抽离。那些鲜活的情感需求，那些超过掌控的身体渴望，都让他本能地感到厌恶。毕竟完美的收藏品不该长出会呼吸的灵魂。这一场看似极致的宠溺，却是他一手编织出的甜蜜噩梦。谢谢你又陪我看完一部电影，我们下期再见。